开始之前呢，首先要正式恭喜王局成为了这个油管当之无愧的王者。我们在10天以前早已经通过2个视频分别验证了，就是王局无论是在这个专业性的表现或者是商业性的成长方面，都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不过呢，我也很好奇的想知道，就是推特作为一个跟油管非常不同的生态系统，王志安在推特的世界有机会能够问鼎宝座吗？所以今天这个视频来尝试解决这个疑惑。我们会首先给大家过一过，就是推特的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前50位，然后呢，我们会重点关注一下，就是目前存在的3位粉丝超过100万的推特大 V， 他们到底谁是最有影响力的？3强对决。首先呢，我会尝试把所有目前粉丝数量超过20万，然后以个人名义在运营以中文发推特的这些大 V 做了一些筛选，然后按照粉丝的数量来排序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这50名就是推特的大 V。然后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李老师、不是李老师、立党和王志安，他们是目前仅有的3位就是粉丝数量超过100万的推特大 V。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会重点来看这3位100万级别的大 V，3强如果打擂台的话，到底谁会胜出？为了方便设定一个基准线，我也同时邀请了另外2个专业级别的这个选手，分别是自由亚洲电台跟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华语频道，他们也是属于粉丝数量超过100万级别的专业媒体一起参与过来，就是他们总共5位选手在擂台上进行PK。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粉丝的数量。目前来说，李老师的这个粉丝的数量是所有这些选手当中排在第1位的，然后立党其次，然后王志安是排在最后面。李老师的粉丝数量比王志安多出了50万，然后立党的粉丝数量比王志安多出了将近25万。然后在发推的频率这个维度上来看的话呢，很明显分成了3个级别，就是法广跟自由亚洲电台，他们因为是专业级别的这个媒体，所以他们每一天都会在推特上发出大量的一些新闻很明显他们发推的频率是最高的。立党跟李老师他们对于他们来说，推特是他们的主战场，所以他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发推文。而王志安的话呢，他的主要精力会放在油管的这个视频的这个制作上面，所以他发推的频率是最少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推特的流量方面到底谁是最占优势的。这里很明显分成了4个档次3位自媒体呢，很明显是比这些专业级的媒体他们在推文的浏览数上面是显著高出很多的，而这其中李老师是流量的王者，王志安紧随其后，而立党的话呢在王志安之后，哪怕是立党的话，他的流量也是比自由亚洲跟法广华语频道多出很多的。下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检验，就是不同的推特大 V 他们的粉丝的参与的这个程度。我们在这个地方会把这个他们的推特点赞数和转推的数量统一综合成一个参与度的这么一个指标来衡量，就是推文的参与的程度。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王志安的推文的参与程度在自媒体当中是最高的，李老师紧随其后，然后立党的推文的参与度是相对来说最弱的。这个表格给大家详细展示了就是不同的推特大 V 他们的推文参与度的一个详情。接下来是在过去30天不同的推特账号的粉丝增加的数量，这里也很明显分成了4个档次。3位自媒体大 V 他们的粉丝增长都是明显就是比专业媒体的粉丝增长数量高出很多，而这其中王志安和李老师是一个数量级，立党处于另外一个数量级。很快的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发现点，我们会发现其实传统媒体干不过自媒体早就已经不是一句空话了。我们在之前的一个视频当中已经验证了，从专业性的表现来看，传统媒体的表现已经不如自媒体。
然后我们今天从推特的影响力方面又再一次验证了这个结论。另外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其实所谓的3个100万级别的大 V， 他们已经不再是3强并立的一个局面了。立党虽然他的粉丝数量比王志安多出了25万，而且他每一天发推的频率比王志安多了3倍，但是无论是在流量、在参与度还有在成长性各个方面，立党跟李老师跟王菊都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上面了。所以虽然他是所谓的从黄推转型成为了所谓的中文反诈推，很可惜就是立党已经没有和其他2位在同一个级别对话的这个基础了。所以事实上这个李老师跟王志安形成了推特上的双雄并立的局面。很明显王志安的主战场在油管上面，然后推特是李老师的主战场，所以李老师的这个粉丝数量比王志安多出50万，而且他发推的频率是王志安的2倍有多。所以很明显李老师依然是中文推特流量的王者，而王志安在中文推特的流量方面也是不可以忽视的一个力量。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奶爸之类的这个人物他们会反复的不断的薅王志安的流量，原因就在于这个地方。不过从粉丝的参与度跟成长性来看呢，王志安的粉丝很明显更活跃，然后参与度更高，而王志安的这个新增的粉丝数量也比李老师略胜一筹。所以到底王志安有没有问鼎推特王者的这个实力，或许我们过了1年半载以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会更加清晰明了。这就是今天我的视频的内容。如果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请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祝你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